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强大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吕阳。感情能否长久，标准都藏在细节之中。大家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法律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大家好，我是严品红。其实爱很简单，就是下雨的路为你撑一把伞，好吃的饭给你留一半。大家好，我是演员白庆玲。喜欢是一见你就笑的乍见之欢，而爱是忠诚、责任、包容和坚守。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里最怕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一个人活成陀螺，而另一个人呢成了看客。好，欢迎各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谭先生，51岁，来自吉林；电工张女士，51岁，来自吉林。家政，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我对他都够好的了，他一点都不知道感恩。他天天喝酒，没事就得闯点祸。感情中谁付出的多？我呗，大事都得我在扛，我还得为他在兜底。我呀，我一心想着家里，他天天胳膊肘往外拐。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我希望他念我点好，别跟我总提离婚。把酒戒了，顾点家，要不就赶紧离婚。哎呦，这谁先来讲一讲啊？这20-30年的日子怎么过到现在变成这样？我今天来这里主要的诉求就是他经常喝酒，对家里不管不顾，我现在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是有点爱好喝酒。什么程度？一天能喝几瓶吧？那一周喝几天？一年365天，基本上是300天都在喝酒。他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在喝酒的路上。我的职业吧，最开始是开饭店的，受工作影响嘛，陪客人喝酒。之前在我们当地的景区开了一家饭店，刚开始的时候买卖还是挺好，因为我们2个人忙不过来嘛，所以就多请了几个员工。他呢可倒好。一到逢年过节就请员工出去搞个团建了，出去放松放松。刚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太理会，我寻思适当的出去放松放松也行。但是后来他就越来越控制不了了，隔3差5的就带员工出去喝酒 KTV。我们饭店平时是5点进货，他有的时候是恶劣到什么程度，喝到5点还不回来。早晨5点还不回来，喝一宿。对，喝了一宿。我给他打电话，人家还在跟员工在 KTV 喝酒呢。没办法，完我还得自己一个人去上货。他吧，不但喝酒，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就给员工发个福利。就因为我们家的饭店做得非常好，我给员工发点红包，他总是在后面斤斤计较。你老婆的意思是说，你年底发的那个红包是奖励员工平常陪你喝酒的钱？就是他一天喝点酒，高兴了，就是喝上头了，心情好了就想发就发。因为这事儿我俩经常吵架。他不光说的给这些员工发红包，平时的时候还跟这些员工没事又称兄道弟的，又解解闷闷的，导致的这些员工上班的态度非常的不积极。就这还不算，他开饭店的时候还结识了不少狐朋狗友，跟这些狐朋狗友经常到店里白吃白喝，吃完饭就走，也不买单。确实我有些朋友吧，到我的店吃吃喝喝的，有的是有钱付饭费，有一部分呢他条件不好，没有钱付饭费，人也没说不给，说月末开支就给送来。我妻子呢总背着我打电话朝我这哥们要饭费。他这一桌吃饭不给钱，基本上我都得卖10桌，我才能把这一桌的钱赚回来。最后饭店倒闭了，倒闭了之后他就还继续喝酒，而且喝酒喝的比以前还更凶了。有多凶？喝到什么样？我有一本日历，今天我带来了。这得给大家看一下。不，你这上面好复杂，又有勾又有
半叉又有全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对号就是他喝的大多，喝醉了。对，嗯，半多不多就是一对号一叉，半叉，就是说一天一口没喝的时候是叉，基本上是天天在喝。我数一数啊，4个纯叉，然后喝大了的这勾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纯喝大了的19天。就因为他长期喝酒，导致他现在得了个痛风。他喝大了这勾啊，是醉成什么样啊？喝完酒就是耍酒疯。他带一些狐朋狗友到店里吃饭，喝多了在店里就呜呜喧喧的。有很多我家的回头客就跟我说，再也不上你家去吃饭了，太吵了，总是闹哄哄的。啊，如果不去店里，回家的时候喝多了什么状态？他这个人酒品特别的不好，他喝10次，得有8次是喝多的。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半夜凌晨，一回家之后就把所有的灯啊、电视啊全都给你打开，还得找我跟他俩说话。你要是不跟他说，就是我睡着了，他得扒拉你脑袋。你得听我说，我说话你得有回应，没有回应还不行。有一次我就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最终跟他俩大吵了起来。他就急眼了，直接拿脑袋就去撞那个我家墙上有一个婚纱照，把婚纱照外边镶的那层玻璃给撞稀碎。他现在脑袋上有个疤，现在还有呢。你为啥要撞婚纱照啊？给我气的，我感觉吧，喝酒生气吧，打女人是种无能的表现。那我只能说是我脑袋撞墙吧，以示回应他。那不也没出息吗？这个表现也不咋样，真是。是，我也知道，我喝酒喝的人吧，已经喝到没有底线了。嘿，你也知道喝到没底线了醒了以后我自己总结的。那还喝啥呀？不行了，我已经喝酒喝的已经着迷了，不喝酒睡不着觉。痛风严重吗？现在？痛风吧，大约1个月1次2次吧。他这是一犯病之后，自己不能干活不说，我还得在家照顾他。我一照顾他，我的工作也耽误了。最严重的时候，我还得连背带扛的送他上医院。你说这不是闹得2个人得不偿失吗？你们的生意黄了之后，他不是去做了电工吗？对，除了喝酒啊，对家里这些表现，他去做了电工以后，在网上接一些单子。记得有一次，他这边正接个单子，马上就要出发了，结果有个朋友来电话说的家里电表坏了，让他帮忙去给修一下电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着那个赚钱的活儿，咱们先把那个钱赚到手，你下午或者是晚上再帮他修也可以，是不是？那就不行，立马就把单拒了，就得去帮朋友去修电去。老师，你看，这都是女人的想法。我作为一个男人来看，那是我最好的好哥们儿啊，他的电路坏了，让我第一时间去帮他抢修，难道这有错误吗？挣钱的事可以放一放啊。外人都特别的重要，对家里边不管不顾。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女儿还上小学，放学的时候需要人接。那天她中午之前，人家就找朋友去喝酒了，正巧赶上我家我母亲生病了，我就带我母亲到医院。我一看时间赶不上接孩子了，我就给她打电话，我说你回家接一趟孩子，我陪妈在医院看病。不行，我喝酒呢，没时间，接不了。那天是我请我几个哥们吃饭，中途我撤场了，那把朋友放到那儿，那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吗？那孩子谁接啊？没有这爹，那他的孩子就没人接了吗？没有你这爹，他的孩子也能长大。实话啊，是啊，我借着酒劲儿，我也心里话呀。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我们听出来了，这孩子反正是没接。不光是跟我姑娘，有一次就因为他喝酒喝多了，半夜回来，喝的里倒歪斜的，走道都直撞墙，把我家的一个暖水壶碰洒了。当时吧，我儿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文件，就让他用水给浸泡了。人家转过身来，就跟没事人一样，还矫情的说啥？说孩子，你自己重要的东西你自己不经管好，你还能怨我吗？我儿子当时也跟他俩大吵了一顿，结果一赌气走了，到现在基本都不咋回家，有的时候也就跟我打个电话。因为这个他总说啥，这孩子都不跟他亲，你说就这样，孩子能跟他亲吗？他不都说了吗？没他这爹，孩子不照样也长大？他也是经常吧，在孩子面前吧挑唆我这个父亲啊没有能力。你说这孩子都这么大了，什么事儿他都看得明白的，这事儿还用得着是我教唆吗？大姐，他现在赚的钱交家里吗？交你吗？不交。
他赚的钱能还个房贷，剩下就找狐朋狗友喝酒了。我现在就是因为贴补家用嘛，白天的上午的时候在超市上班，下午我就去做家政，为了想多赚点钱嘛。孩子都上学，哪都需要钱，而且我一天累的腰酸腿疼的，胳膊腿都麻。回到家有的时候晚上都9点多，一到家连一口热乎的饭我都吃不上，我还得自己买菜做饭。他干啥呢？翘着二郎腿坐那看电视。那做饭不就是女人的事吗？我在外边辛苦一天，我在这边打拼一天，挣钱也非常辛苦啊。我不辛苦吗？难道我为了家里这个支撑这个房贷，支撑家里的水电费啊？是不是我一天也出去干活，也是为了赚钱，也忙去了，一天也累得够呛。哎，你除了赚钱，什么交房贷，你心疼你媳妇儿吗？结婚当初吧，挺心疼的，但是随着饭店黄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到了，我没有挣钱的能力了，没有挣到大钱了，就挣一些小钱，他对我就是有看法。那你不应该更对他好一点，多照顾一点？但是我认为我家的大事我也没掉过链子啊，我一直在扛起我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买这房子交房贷，比如说水电费，我一直也在积极的去在做。除了没有做饭，在其他方面你有照顾你爱人吗？我这一天吧，喝酒喝的也里老外邪，也没太注意这事。自己也知道。其他方面，他头几年有病啊，住院住了20多天，我是日夜照顾他。可别提住院的事儿了，你要是不提还好点儿，一提住院，我生病住院，我就更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吧，表面上美其名曰的说是照顾我，结果照顾你是怎么照顾的呀？人是去了，还没等到中午呢，提前就把酒局约好了。到点儿了，人家就去喝酒去了，一喝2、3个小时回来了，喝得醉醺醺的，浑身都是酒味儿。回来之后就在这个病房屋里背个手就晃悠，我啥都指望不上他。他一身酒味在医院多不合适啊！所以人家都烦嘛。到了晚上睡觉，租了个床，晚上躺下的时候比我还早，没等我休息，人家先躺那儿了。因为他喝酒嘛，躺那儿不到1分钟就开始打呼噜，这呼噜嗷嗷的，给整个病房连病人呐那都烦坏了。而且一睡就是这一宿，第二天早上得人家那个大夫来查床了，还得扒拉他才能起来。他只是说我的过错，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外边借了不少钱，啊，我也是非常生气的，我最后也是帮他还上了。借了多少呢？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欠到人家是28万了啊！这咋回事啊？是这样的，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我有个朋友，他遇到困难了，需要4万块钱，出于热心肠吧，我就在我同志那儿给他借的钱还上了。结果我这个朋友他就跑路了，这个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你帮我想想办法，咱们把这4万块钱还上。这当时也确实是我的错，我没想到我们夫妻这么些年，我又遇到困难了，他不但不管我，而且因为这事儿他天天骂我，跟我说啥自己惹的祸你自己去扛，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他当时不是不管我吗？我就得想办法呀。但是后来我就听我的朋友说，有一种投资那个能赚钱快，我这也是思想也单纯，头脑一热，因为着急嘛，着急就把这个钱还上，我就跟他俩做投资，结果也没赚钱。后来又说什么理财呀赚钱，我是为了借钱还钱，结果可倒好，干一样赔一样。我问一下这女士啊，大姐，你这借的钱有没有用到家里啊？没有。这个大哥知道吗？当时4万块钱的时候他知道，是事前知道，是事后知道的。4万块钱他当时就知道。这是理财啊，投资啊，他借了这些钱，欠了这些钱我不知道。事后吧，是听到我家的孩子啊对话的时候，我才听到。最后这钱还了吗？啊，最后我还了。怎么还的呢？我家里吧有个这个地方拆迁呢，给我们一部分补偿款，给了20多万。在我哥们面前，我又借了一部分，凑齐了28万。我是现在说句心里话，当时我欠4万块钱的时候，他不帮我还，我就已经彻底的心寒了。当时我就想着，如果我把这个4万块钱还完以后，我就不和他过了，我就和他离婚。结果我也没想到这窟窿越来越大，但是现在这个钱已经还上了，我就是说放下一块心病吧，我这以后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不过了。坚决就是不能和他过了，因为啥？
总喝酒，前些日子又惹祸了。他干活嘛，挣了点钱，就一高兴请朋友吃饭，喝酒，足足喝了一天还没尽兴。晚上又翻台，又上烧烤店，又接着喝，喝上劲儿了，把人烧烤店给砸了。人家第二天早上，人家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让我带2万块钱赔偿金。结果我又没办法，又上那个亲戚那儿又借了2万块钱，把他给领回来了。你说就这日子以后能不能过？我不就是酒后闹事啊，赔人2万块钱吗？你赔了我赔了20多万，我不也替你偿还吗？哎，先生，如果你不再戒酒或者是少喝酒，你老婆就不跟你过了，你还要喝是吗？我相信我还得喝，但是我应该有节制，吸取教训吧。啥叫节制啊？啊，节制就是刚才1年365天300天在喝，280天在喝大喝多，你准备变成什么样的节制？我节制吧，就是少喝吧。你看你以前是1年365天，你喝酒300天，咱俩这样行不行？你1年喝65天，300天别喝了。既然老师说了，给我提个好的建议，我尽量再做吧。65天也不少，但是我们那边的吧，大家都是天天在喝，有事没事都在喝。那人家别人家媳妇儿不会因为这个离婚，对吧？别人家没出这么多篓子，别人家男人没有因为喝酒惹了这么多事儿。说句心里话啊，真正做正事的时候吧，酒友有10个，可能最后能帮我解决问题的寥寥无几，也就1个半个来吧，多数都不来了。那你喝酒的意义在哪呢？彰显我的实力吧，因为我请他们喝酒，我非常豪爽啊！我请他们，大家都围着我转，我有种自豪感吧。你在你夫人这里感受过这种骄傲自豪的感觉吗？我认为我们结婚时候吧，夫妻挺恩爱的啊，互相都能理解，互相能包容。自从开了饭店以后吧，有了钱以后吧，距离吧确实有点远了。黄了以后呢，这个我挣钱能力就没有了，他就成天抱怨。他在外边惹了这么多事儿，捅了这么大个篓子，我替他还了以后，他不但不感恩，还总呢时常的拿小话磕到我，时时的一整就跟我要闹离婚。所以你觉得不是喝酒的事儿啊？对啊，我认为不是喝酒事儿，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他看不上你的事儿啊。对，我认为本质就是这样的。我如果要是因为他没钱，早就跟他离婚了。如果他说那我听任律师的，我1年300天不喝了，只喝65天，行吗？那还考虑考虑吧。所以啊，你也掂量掂量啊。那这对夫妻究竟是因为喝酒破裂到现在的状况，还是因为没钱导致如今的矛盾？他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感情？这段婚姻能不能继续啊？听听大家的意见。先看一下我们这对小年轻，你们对这个叔叔阿姨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叔叔的话应该多顾家一点。我挺能理解大姐的，其实我对象也很喜欢喝酒，我也蛮讨厌喝酒的。哦，你们小两口也有这样的问题，行吧？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我觉得你们2个人哈，对这个家的贡献是一个是伤情，一个是伤财。我觉得你们之所以现在让我们看起来你们还能共同站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捆绑在一个婚姻里，我们刨除孩子的这一层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始终觉得这个婚姻存在的意义是可以给你们托底，但是他托了你的底，欠款都还上了，却不一定能拖得住他未来继续消耗的底。所以不是说他对你没有感情了，你这个婚姻本身怎么样啊，你又为他还钱，不是这个，是他不想再为你收拾残局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你还会继续闯出什么残局来。所以其实真正关键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认识到的态度究竟是家重要，还是你外面的那些消耗你的狐朋狗友重要？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家都顶不起来，你在外面再怎么样，别人也不会。就像你说的，当你有10次需要帮忙的时候，能有1个帮你1次就不错了。你交不到任何知心的人，因为你对家的承诺都没有，谁能相信你的为人是值得托付的？所以我说态度问题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自己的控制，你自己想要去改变他的那个愿望，才能决定你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去修复。我没有说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前提是你得把这个家当回事儿。大姐，我反过头来也说一句啊，我觉得他不断的在外面去证明，哎，我在男人堆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价值，人家看到我的豪情，人家看到我侠义，为什么？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哎，我是有意义的，我活得挺像一个真男人的那个感觉哈。但是我觉得这本质上是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们对他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给的也都不够。
孩子不理他，跟他大吵一架，你对他也成天都是指责，在他真正失落的那一段，给他的这种情感上的支持也没到位，他是失败了，他是做错了，但是你们给的这个东西给的不对，你不能都说他的错。其实在那一刻，他到处散红包，喝多了干这干那的时候，你就应该拿出你经营一个饭店的本事和能力，你的原则，去把所有的规则建立起来。那你自己就有自己的铁腕，那没有办法，你在为这个家负责，对吗？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你错多，你也不是没错。我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能不能改，能不能把这个机会掌握得住，关键在你。我问一下大姐，你们家这个饭店经营啊，比如说失败之后，有没有给大哥进行一些鼓励和帮助？当时确实没有，因为我也很忙啊，我这一天也天天出去干活。那我听明白了，我知道问题在哪了。第一啊，大哥是这样，小酌怡情，大饮伤身，适度饮酒，早点回家。我就按照这个标准，基本上不会出大错。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觉得你首先呢，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觉得你认识方面还有一些这个不当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做饭就是女人的，孩子不管他也可以长。其实你这个认识本身就是错的。抚养未成年孩子，帮助婚姻的另一半，这都是我们法律规定的义务，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姐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商榷，就是你借钱的时候啊，其实你看，你呢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承担了债务，借钱嘛，是吧？而且你这个钱没有用到家庭，也没有用到你们共同经营的饭店中，那么这个钱严格来讲是你的个人债务。所以大哥为什么说你自己惹的事你自己扛？这个话呢，从法律上来讲是对的。从情理上来讲呢，值得商榷。但是呢，这个钱即使是大姐个人的债务，那么你们呢，夫妻共同财产中有一部分，大姐可以拿着这一部分去还他的钱，也是可以的。总之吧，我觉得大哥你这样，你先从对自己负责做起，然后呢，再对家庭、对孩子，最后呢，再对自己的朋友，要有这么一个顺序，好不好，大哥？好的，老师，谢谢任律师啊，谢谢你。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也想更加了解任占民律师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你有法律问题呢，可以找他来进行咨询。先生，你现在叫做众叛亲离，你还有啥呀？你还在这儿大言不惭地说，我老爷们儿喝点酒咋了？喝点酒不算啥。问题是你喝酒耽误了你的人生，你喝酒背后你的那个自尊心，那个特别可悲可怜的大男子主义毁了你的一生。我们认清现实不好吗？生意黄了不赚钱了，咱就踏踏实实去赚钱不行吗？赚了钱交给媳妇儿不行吗？店开黄了，那咱情感上陪伴上多给妻子一点，把这个弥补回来，平衡了，日子还能照样过吗？谁管你啊以后？换句话说过来，为什么以后没人管你啊？你在过往30年中，你管过别人吗？你在乎过你老婆的感受吗？你跟她说过情话吗？你在她难受的时候、伤心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给过她安慰吗？没有。我觉得他给了你很多机会了，甚至他让你帮忙还4万块钱的时候，我觉得都是给你机会。否则她一个这么吃苦耐劳的女性，一天打2份工，上午一份，下午一份，我觉得她靠自己的双手也还得了。要你干啥？你自己都说没有我这爹孩子也能长大，没你这老公他过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想自己以后晚年的生活身体能健康，心理能健康，有人至少看你一眼，你要再喝这个酒啊，你完了。妻子我说2句啊，虽然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你的丈夫表现得更差，但我觉得你表现得也不算好。看结果，30年了改不了喝酒的臭毛病，30年了你借4万块钱他都不愿意帮你还，你又给了他多少爱？你有没有付出很多的温暖和爱给他，唤醒他那颗烂醉的心？你得关心他，你得爱他，你得在乎他，心疼他。我觉得你也一点都不心疼他，他宁可花钱
装大头去要那点朋友给他的自尊和面子，因为你不给他呀。所以我们都反思一下自己的过往。我是希望你们以后晚年的生活至少健康，有人惦念，一心向善，好吧？各自努力吧。我觉得这位女士挺不容易的，我挺心疼她的。同为女性吧，我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样的丈夫，身心疲惫，打着2份工，也许她给这位男士的爱和表达温柔温暖可能是比较少，但是她已经无力给予这一切了，因为她身心疲惫。她唯一的错误就是那个4万块钱的口子，最后把它撕大了，就变成28万。我相信你今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说一下这位男士吧，可能你在朋友、在所有人面前，你都是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你对你自己最亲最近的人是最无情的。殊不知，一个对自己最亲最近的人都能那么无情的人，他是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情的。所以一切都是你给自己画的一个假象，一个泡影。实际上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酗酒的人，一个因为酗酒而丧失理智的一个无情的人。刚才说了一句特别不尊重女人的话，你说做饭就是女人该做的事情，我一个老爷们为什么要做饭，对吧？对呀。还对呀，还对吗？那你做饭生孩子，是因为你身边所有的朋友都那么说，因为你接触不到这种高端的朋友，你只能接触这些同频的人，所以我觉得大姐她改不了，你信我的，真的她改不了。我觉得压垮你们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个4万块钱的债务，从4万引发出28万的一个债务，完全把你们之间的感情全给消耗掉了。所以说我不认为你们俩真的是可以继续在一起，因为他不会改，你的老公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就在刚刚他还在说好吧我少喝点，但他根本做不到说1年300天不喝。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因为钱看出了一个人的真相，看出了你们感情当中的一个问题所在，解决不了咱就赶紧跑，因为现在儿子已经成人了，对不对？儿子已经跑了，所以说这个家已经被这个酒给喝散，你们真正的感情还在吗？早就被酒给喝散了，所以说没有任何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思考吧。还有没有在一起的空间？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你们思考一下啊！来，2位请下来，我们听听小情侣的故事。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明，20岁，来自安徽。模特小慧，22岁，来自安徽。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这段感情和你预期想的一样吗？差不多吧，我很喜欢他，也很爱他，但是我总惹他生气。我给他解释，给他认错，他也不听，我也很无语啊。很不一样，他特爱玩，很自恋，他觉得全世界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我感觉他做事很不靠谱，我真的很心累。你希望对方如何改变？他的行为思想特别传统和古板，这点一定要改，还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享受我对他的爱。我希望他成熟一点，性格收敛一点，别整天嘻嘻哈哈的，觉得我好糊弄。哎呀，这确实是2个小年轻的恋爱啊，这特别不愉快。是谁要来的呀？是我导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就又幼稚。当时一开始追我的时候，就对我挺好的嘛，然后后面就是感觉追到手了就不珍惜了，就是喜欢去酒吧里面喝酒，交一些异性的朋友。我感觉他有点欺骗我，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他去酒吧喝酒，你没跟着一起去啊？年轻人玩一玩吗？没去，就是之前他有一次过生日，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家了，谁知道他又去转场跟他朋友一起喝了一场，我又不知道啊。要不是他朋友发朋友圈，我看到他喝醉了搂着几个女的，那他这不是纯属就是欺骗我吗？你怎么还搂着其他的异性啊？那没办法，长得太帅了呀，那别的女的可能对我有意思吗？往我身上扑，那就被录下来了呀，让他们发朋友圈嘛，没有办法。哎呀，天哪，你真的没见过长得帅的吧，朋友？
哎，那他去酒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刚才说他的工作是模特，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和女孩子合作的这个机会啊？对，所以我就有点吃醋嘛，我就挺生气这点的。而且我觉得他家庭条件挺好的，就是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个模特行业。他去做这个模特行业，纯属就是因为自己自恋，就可以交一些异性朋友，可以去搭讪嘛。然后他之前还喜欢玩机车，他有一次骑着机车跑到山东那边去，然后摔了吧，我觉得很危险啊，而且玩机车也很费钱。他没钱的时候，他去找父母要，他父母要是不给他的话，他就找姐姐要。我感觉就是完全给家里惯坏了，惯得乱要钱，还乱搭讪女孩子，有没有？家有钱的我也没办法呀。你有没有搭讪女孩子吧？人家主动找的我，对吧？这跟我也没有太大关系。那你有没有做出一些调整，让女朋友放心？那我跟她说了呀，对吧？我之前追她的时候，那染个小黄毛，对吧？我带照片了，要看一下。看一下，以前是这样的造型，对吧？就以前就比较喜欢染黄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个性。后面跟着她，后面呢也是听她的改造，然后呢给我改成这种风格。哎，女朋友改完之后你满意吗？我本来是挺满意的呀，因为确实是我喜欢的风格。这改完之后好像比以前更帅了呀。对啊，我就是想提升一下他嘛，他就觉得我就是老是挑他毛病。那你岂不是更不放心了？那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做穿搭的，看着也舒服呀。他染了一头黄毛，看着肯定就不舒服。所以男孩是说我为了你我也改变了，你喜欢的造型我就去努力尝试了。那他讨厌的你和女孩子的这种接触，你有没有去改变一下呀？那我当时也跟他说了呀，我说我以后再也不去喝酒了呀，对吧？现在基本上就是想着以后跟兄弟之间，就是好朋友他们开个电竞酒店啊，然后在酒店里面喝，不去酒吧了。他说的是真的吗？不去喝酒了？他喝其实也喝，我就说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偷偷的，我感觉他就是在欺骗我，背着我去喝的。我看到本子上他自己承诺的，说距上次喝酒已经是5个月08天了，真的假的？是有那么多时间了，就是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喝酒，我主要是喜欢那种氛围。不是，他说他5个月08天没喝了，你信不？我不信，他肯定偷偷就喝过了。没喝，这没法调查，是吧？哎，大姐，你老公要是5个月08天没喝酒，你是不是能心情好点？那是不可能的对，他也认为不可能，肯定偷偷喝了哈，所以还是不相信他。对，这女孩子的边界感他有没有调整啊？被你发现了跟女孩子拍照片之后，我后来也原谅他，他当时不就哭着跟我说嘛，然后我就对，然后就有点心软了，想着毕竟谈了1年多了嘛。那他有没有改变呢？改了，我一开始做模特，然后天天跟女的出去拍照，因为她们也是女模特呀，对吧？我工作原因啊，然后呢，她就会吃醋生气。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以后这种有异性的活动，我基本上都给推了。其实我做模特，我也想给她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呀。做模特是给她赚钱。对呀。我不需要，导师，我根本就不需要他这样做呀。而且我感觉他家里不是挺有钱的吗？就是他不是为了赚钱给你的，对，他就是享受做模特的那种嘚瑟的感觉，对，这样被人追捧的那种感觉。就女生的意思是，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往家里要钱就行了，不用自己去那个抛头露脸的。那我也有上进心啊，对吧？对，这直接把我给否定了呢？小明同学，你只有20岁，你不上学去做模特吗？当时大学没考好嘛，然后后面也打算就是家里面出点钱，出国留学嘛，深造一下。那你还出国留学吗？去。说到出国留学，我就非常的生气。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明明答应过我，就是一直陪着我。他说要留在安徽这边工作嘛，然后找个稳定的工作。谁知道他后面就突然间变卦。如果他一开始说他可能会出国留学，那我可能还就是会好一点。他明明答应过我，他后面又转口说他要出国留学，9月份要出国留学，那我肯定生气啊。他这个不是不遵守承诺吗？今年9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对。你做好准备了吗？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英文考过了吗？去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需要英语吗？需要，但是。雅思考了几分？已经在学了。我说你要等我2年，对吧？我说2年回来我跟他结婚。他家也在催他，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家催他结婚了，就是给他介绍相亲对象，还天天在我面前说他那个相亲对象，长得又没我一半帅，我不知道他
催这个有什么用？你还见了相亲对象啊？那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也没办法嘛。而且我也没去见面，我跟他说，我就是想让他有点上进心。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哎，我问一下你姑娘啊，你觉得你的男朋友啊，你看他们老说自己帅嘛，有很多女孩喜欢，那他对你呢？你觉得专一吗？我觉得其实他有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他就喜欢背着我偷偷去酒吧跟其他朋友玩，你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那你自己说一下，你专一吗？我特别专一的，我当时对他真的是一见钟情啊！那看到他那个目光都移不开，然后就天天满脑子想着他。后面朋友撮合，好不容易追到手，那我肯定好好珍惜啊。但是我觉得我玩归玩，我爱他还是爱他的呀。那你出了国之后，这2年之间和你的女朋友怎么相处呢？平时打视频啊，对吧？发信息，他也喜欢打游戏，我陪他打游戏不也可以吗？我觉得异国恋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走下去。他整天他这么爱玩，他喜欢爱玩，他出去交友，那我出国了不纯就是放飞自我了吗？他说他不是眼里都是你，只爱你。他光说这个，怎么能相信呢？我跟他说了，我说不行，我走的时候去他家跟他订婚呗，给他个承诺呀。哦，你看人都说了。他都不稳定，让我家里面人怎么说呀？而且都没有上进心，我觉得我跟他的价值观都完全不一样。他出国不是为了深造学习吗？我感觉他就是玩，他有钱他就是去玩，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觉得他这个就是，当然20岁本身就很年轻啊，但他是那种在某一方面还是有那种成熟度的小孩吗？情绪平稳吗？他？一点都不平稳。之前有一次上课忙，没有回到他信息，不是很正常吗？没有接到电话，不也是很正常吗？他就生气，直接拉黑删除，然后后面估计又反悔了吧，跑到学校来质问我，说我为什么不接他电话，为什么不回他信息？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他一点就炸，我怎么跟他解释？那他忙之前，他为什么不能先给我发个信息，告诉我去忙了呢？然后忙完之后，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我微信是给他拉黑了，我承认。那他为什么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呢？不，你为啥拉黑他呀？那我生气啊！你生啥气啊？我给他发信息、打电话，他也不接，也不回。那你觉得他干啥去了？我就觉得他跟学长啊或者学弟啊，对不对，在一块散步，在学校我怎么知道他干嘛呢？哦，就像你那个去酒吧玩第2场，然后他找不着你啊，觉得你也是干了这些事儿，差不多吧。但性质不一样呀，我觉得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呀。但你来了吗？发现也不是，人家就是上课吗？那你还不道歉吗？我道歉了呀，对吧？我也跟他道歉了呀。不过我也承认，我有的时候确实脾气比较暴躁。哎呀，确实是小啊。哎，这个男孩为你付出过什么吗？或者让你看得到的他对你的好？他之前做那个，我不是弄穿搭的嘛，他老是偷偷的，就是给我投流，我根本不需要他这么做，就好像他在施舍我，显得我好卑微一个。我不需要他这么做呀，赚了些钱我够自己花。就自食其力吧，靠自己是吧？对呀。所以男生，你看你这个方式他又不喜欢。那我想着我爱一个人，对吧？他有的时候他跟我抱怨，他说：“哎呦，今天又没有流量了呀，或者今天又多少人又给我取关了呀。”我也想让他开心啊，我喜欢他呀，对吧？我很爱他呀。我看着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啊。我就想着换这个法子让他开心嘛。哎，这个刚才小片里我记得男生说过一句说希望女生能像他一样什么来着？及时行乐，什么有钱就花，怎么说的来着？就是享受当下，有钱就花。享受当下，这个也有矛盾。对，他每次就是有钱就花，然后之前有一次非要带我去爬山嘛，我是想着攒钱去考研嘛，他就想着钱不是攒出来的，世界那么大要去看看。当时他爬山要买一些装备嘛，他买的装备特别贵，我把考研的钱就想着陪着他嘛，就一起去买了。谁知道他买这么贵，就为了发朋友圈好面子，买的那些好贵的衣服，然后后面爬山的时候，那个山特别的陡，我都不想上去，他就为了寻求刺激，非要让我上去，让我感受一下上面的空气。当时上去的时候，我脚崴了，我休息了1个多月才稍微好一点。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觉得爬山受点伤是小事，恢复一下不就好了吗？我感觉这全都怪他，就是因为他耽误了我休息的时间，还让我受了那么大的罪，感觉就完全不在乎我。跟他谈就像跟一个小孩子谈一样。那我之前一个人去爬山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回来问我，就是阴阳怪气，知道吗？他就说：“哎，你今天又跟哪个小妹妹出去爬山了？今天又跟哪个小姐姐出去爬山了？”
那我想着，我看他学习压力也挺大的，天天在学校待着，那日子好枯燥哎。我想着带他出去散散心，对吧？见一见祖国大好河山。那装备呢，也是那必需品啊，我玩的户外。谁出的钱？他出的，但是我当时跟他说，我说那买个装备，对吧？我给你买，他非不要，他逞能呢。我想共同承担一下嘛。那把他钱花了，他也不开心。所以玩也玩不到一块儿，处也处不到一块儿。哎，这学习呢，男孩是要出国学习，姑娘你呢，对自己的学习啊，以后的生活工作有什么安排吗？我本来是想着考研，然后再往上再走一下嘛。自己也有做自媒体，然后就可以往这方面走，因为学的是新媒体艺术嘛。考研也很辛苦的，所以他说你学习一个生活枯燥，带你爬山是想让你开心一下。我有自己喜欢的事呀，他老是把自己喜欢的事强加到我身上来。所以你俩接下来是干啥呢？我感觉就跟他沟通不了。你是来要和他分手的吗？对。男生呢？那我肯定舍不得呀，对吧？好不容易追到手了，我觉得对他挺好，他只记我的坏，他不记我的好。那当时爬完山，对吧？那爬完山他脚扭了，那谁在照顾他？那还不是我吗？雨天我这骑个车，我给他送药去。我问一下，你们俩现在交往，你们双方父母知道吗？我妈妈知道。我父母不知道。你那边不都准备订婚了吗？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也是这么跟我妈说，我说她只要愿意等我2年，2年回来，对吧？就跟她结婚，走之前给她个承诺，订个婚也行。你妈同意了吗？我妈说这个东西反正是个大事儿，让我自己看着办。我明白了，你妈说的是大事儿，但是不是终身大事儿，对吧？这一看是妈妈爸爸也很惯，是吧？你想干嘛干嘛，出了篓子大不了我再帮你擦屁股呗。哎呀，真的是2个孩子啊，也挺可爱的，反正谈恋爱嘛，是吧？那这样的恋爱该如何继续？还是像女孩说的该分手呢？这个夫妻俩给孩子们点建议呗。看到他俩就看到我们的儿女了，你儿女都不理你了啊？是不理我了，在他们身上吧，我也看到了阳光了。我有2个想法，作为一个男孩子吧，有2件事，在学业上我比较支持你。第二呢，你现在跟你这个女朋友是一个叫对象关系，如果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应该是全心全意的爱她不能做一些过格的事让你的小女朋友呢这个嫉妒。这样的事儿会影响到你们俩以后的感情。哎，大哥，他拍个照片你都觉得影响他们的感情，那你喝酒喝成这样不影响感情吗？我们有年龄代沟吧。你真是喝酒喝傻了，没法和你沟通。事实就是这样嘛。不跟你说了，气死我了。大姐，我觉得女孩子嘛，就是缺乏安全感。这个女孩跟我姑娘年龄相仿。如果是我的姑娘，我不太同意他们2个在一起。为啥？我感觉这个男孩子不能给这个女孩子带来安全感。人家咋不能给了？这个女孩成天太跟着操心了。说的也对，但是大姐主要是30年跟一个酒蒙子在一起，确实一点安全感也没有，看谁都不安全。因为我的一生真的筋疲力尽了。哎呀，筋疲力尽。行，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我不去评论你们的爱情，我先跟你们俩一起探讨一下你们自己本身自己看不到的东西。男孩子，我觉得用他的话讲，你很自恋，你一定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外形也很好。然后其实当你因为他不接你的电话，不回你的信息，没有第一时间去给你任何回复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暴怒，就是你在那一刻没有办法确定你在他那里的独一无二和重要性。我告诉你个小秘密这个自恋和一种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小小的自卑，往往是如影随形，是孪生的。这个自恋你表现出来的是自己，比如说很帅很阳光然后自己感觉自己都对自己很多家庭条件各种各样的背景都很满意但其实你表现出对他的态度，你又很敏感，你总在不停的去证明，要求他证明你在他那里的独一无二。你是做穿搭的，穿搭博主，就包括你对他形象的改造，刚才我们严老师也说了，改造之后看起来更顺眼更帅了，你放心吗？你在追求完美，完美可能是你做这个行业当中一种本能的东西，但这个本身会给你一种禁锢，所有的不如意你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从这2点上来看，你们俩真的半斤八两。要不刚才都说呢，都是孩子我给你们各自规划一个对于未来发展的一个小建议好吗？男生，我觉得你要去见世界，按照你的方式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刚才白老师说过了，
更帅的你见过吗？你一定要经过真正的打击，真正的那种在内心当中受伤的感觉，被打到谷底了，你才会重新建立起来，慢慢走向成熟的那个步骤和阶梯。女孩子，其实我觉得你判断她是潜力股，对吧？看着都很好，但是你不是她的那个发动机，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她的家已经给她了一个很好的发动的原动力。你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你们两个人真正应该见的是各自给自己一个时间，你不要给承诺，你的承诺在现在这一刻太幼稚，什么都承担不起来。比如说3年之后、5年之后再相见，我期待你们可以在顶峰相见，而不是在山底下相互拖拽。先说小明吧，小明呢是第一，自恋、自信，又有那么一点点自卑，长得帅没办法，家里有钱没办法，别人追我没办法。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你有没有曲老师帅？有是吧？你看，这就叫什么？这叫满满的优越感。我也承认他比我帅。不，他只是比你年轻。但是我敢承认他比我帅。啊，对，我们眼里曲老师比你帅，但是曲老师自谦说没你帅，所以他不会因为帅而让自己特别洋洋得意。其实，曲老师的回答才是真正的自信、自谦、自信。你给我们是满满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中呢有一种浮躁，或者就是用女生上来的第一句话，她觉得你有点幼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你需要沉淀，需要历练，而不是盲目的去自信。你们现在还真有点不合适，双方都需要规划人生，双方都需要提高，双方都需要历练，甚至双方都需要磨难。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再谈婚论嫁，彼此都给一点时间吧，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任律师。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就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如果有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向任律师进行咨询。哎呀，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呀。那年轻人谈恋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吃我的醋，我吃你的醋，对吧？很正常。我觉得20多岁的爱情可能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唯一让我们觉得别扭的是，这个年龄除了爱情还有很多我们要去珍惜的，要去成长的，要去努力的。不是说自己家里条件好、形象好，我们就可以洋洋得意的说我赢了全世界。我觉得你在你们俩的爱情当中，男生你一点也没有赢。你用的方法根本不是这个女生欣赏的一个成熟的男孩子用的方式。比如说你认为给他投流，帮他去多赚一些零花钱，他认为是对他的不尊重。因为你不够成熟，因为你用的是你家里人的钱，所以你不懂一个自尊自爱的女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创造财富，赢得尊严。第二，你爱玩，你什么玩机车，你去酒吧喝酒都需要钱的。你的钱来源是你的父母，你拿着父母的钱在嘚瑟你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女生不太能和你一致的地方。她是需要自己双手挣得未来的，你越这么做她越反感，觉得和我太不一样了，我没有安全感。其实你的给她的不安全不是说你跟女孩子多拍了几张照片，是因为你不尊重她的价值观。女生其实你也不太接受男生这种比较放松呀、松弛呀，反正我学生时代我就玩玩乐乐，我也有点小规划，我还想出国。你也不接受这个，你不接受他的价值观，因为你放松不了。你未来人生的路是得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去走的，他不是。所以是你们最核心的观念的不一样，以及双方都不够成熟，不愿意向对方靠拢，走到你们今天怎么相处都不愉快。我觉得不重要啊，爱情本来就是磨合，这么年轻时候怎么可能就碰到两个人特别契合呢？就这么处着吧，把对彼此的喜爱呀，不管是颜值上的喜爱还是性格上的欣赏，就这么在一起处着吧。你也不要阻止男生去出国留学，我觉得那是他奔向更好人生的一个开始，就让他去留学。如果你们有真爱，能够共同成长，说不定他2年以后回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你们就真走在一起了。如果不合适，也就慢慢淡了，各自开展新的人生就好。我觉得总体听下来，这个女生还是挺有骨气的。你拒绝这个男生就去给你投流，给你花钱，包括这个男生对你，我也觉得是真心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俩这份感情至少是很
单纯、很真挚的情感。但是就是说现在你们俩去计划将来，其实上真的太早了，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各位老师说了很多计划，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也商量出来的计划，但是人生真的是那种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也许你们此刻当下的情感是很真挚的，但是将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又有怎样的变化，其实是大家都说不准的事情。所以就是好好相处吧。还有我想对这位男生说的是，男子汉呀，他是要有担当的。除了说是家里给予你的好的经济条件或者好的外形之外，我希望在若干年之后，你可以体会到一个男子汉真正的这个魅力，不是光是脸和家里给你的条件，对自己的情感也能够有责任心的一个男子汉。我希望你们有个好的结局。如果说真正彼此失去的话，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至少你们两个人真诚的爱过。帅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有的时候会混淆。如果你的帅都是来自于别人给予的，比如你的父母给予了你外在，你的父母给予了你殷实的家底儿，跟你有什么关系？男人的帅在事业上是专注，在情感上是专一。因为有时候帅会给人一种感觉，说你很浮躁，你很花心，所以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证明我不花心，我不是你们看到那么肤浅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成年人认为的什么是男人的帅。你现在不懂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现在你的状态。但我想说的是，你改一个发色容易，改现在的本性很难。他听你了，改了这个头发的颜色，说明什么？说明对你认可吗？未必。而女生也是矛盾的，她自恋成瘾，你呢焦虑成疾啊，都不敢放她去国外深造2年。你一边在说她不够上进，一边又在阻止他上进的脚步啊！你为什么要去工作？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当模特？你家里你不有钱吗？你可以拿到钱，对吧？你说的原话，所以你好焦虑啊！所以你们现在刚哪儿到哪儿啊？在一起享受你们的恋爱和成长就行了。成长是彼此的。他的母亲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经典，完全了解他的孩子，以了解年轻人的恋爱。说哦，你要结婚订婚是吧？哎，行，这是你的大事儿。啊，不是终身大事，你想清楚了。你想清楚用什么？用时间嘛。而最可以让你们两个都想清楚的是什么？我现在认为反倒是距离，就是让他出去深造，你在这儿成你的长，他去走他的路。如果2年之后你们还能坐在一起说，哇，我们还是深爱彼此的，那就在一起喽。小小老师说的建议啊，那我们请4位都回到站门之后稍作思考，看看你们的选择。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对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啊？来，请开门。哎呦，拉着手出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这个是下定决心不过了吗？怎么又笑着牵着手出来了？刚才他又答应我了。他答应啥了？这回以后也给我做饭了，也少喝酒了，尽量少喝酒了。上台之前吧，确实我挺任性。刚才吧，听见几位老师啊，对我啊，对人生的点评啊，深有感触啊。我的缺点实在太多了，我要珍惜我身边的爱人啊！哎，珍惜深爱人，这就对了。我们也希望看到你们相亲相爱啊！大姐，这改变也得有个 KPI， 你也得拿个挂历好好画。以后呀，把这个对号都变成叉号就好了，变成叉，都变成叉号就好了。对，我们等着看2025年的那本台历。好的，希望今天来到爱情保卫战是个好的开始啊！好吧，谢谢几位老师。那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说啥悄悄话呢？你俩都是我的错。哦，都是你的错。哎，终于认错了。终于认错了。好了好了，大姐。哎呀，这既是委屈的泪水，也是喜悦的泪水哈。哎，带着你这台历本回去继续记着啊。把对号都变成叉号。好嘞，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各位老师，这边祝你们幸福啊！好，谢谢。
哎呀，我们看看这个小年轻他们的选择吧，哈，来，3、2、1，请开门。多养眼的一对儿、啊，真是挺养眼。还是非常感谢老师说了那么多，对吧？我觉得也是我人生成长中的一个经历，我会牢记于心的。好好去读书啊，你去好好出国留学，你好好考研，这上妥了是吧？然后用时间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好不好？好，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未来的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你们能彼此陪伴，好，祝你们幸福，快快成长啊！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和妻子结婚7年，最近我犯了错误，妻子不选择原谅。如果现在离婚的话，我能挣得4岁女儿的抚养权吗？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于子女抚养权的归属，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过错方不会被绝对的丧失抚养权。对一般的过错，比如因出轨而导致感情不和，那么通常情况下不会直接剥夺过错方的抚养权。但是，对于严重的过错，比如家暴、吸毒、虐待子女等，在司法实践中会认为过错方不适合继续抚养子女，从而就丧失了对子女的抚养权。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感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